他曾经成功预言过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辞世，以及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等重大事件。如今，帕克在去年底抛出了一组石破天惊的7大预言，直指即将到来的2026年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之年。他警告说，这一年不会是世界末日，但将是旧时代的终结。在他的灵视画卷中，我们将看到瘟疫再临、战火蔓延、经济重组，以及东方巨龙的陨落与重生。一场震撼人心的历史大戏即将开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身在其中。现在已经踏入2026年年初，就在今年开始没几天，国际上似乎就响起了帕克预言的前奏。中东的伊朗爆发激烈的抗议和动乱，仿佛一场革命的前兆。甚至有传闻称南美的独裁者出事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疑似传出被捕的消息。短短1周内，世界局势风云变色。这些事件正如帕克先前预见的一般，成为旧秩序崩解的序曲。帕克把目光转向东方，语出惊人的宣称，2026年将是清算之年，许多过去的谎言与罪恶都将被揭穿，整个世界将进入大清理、大洗牌的阶段。而巧合的是，就在农历新年开始之时，我们进入了中国传统上被视为灾厄之年的赤马年。民间传说中，每逢甲午、丙午之年，往往是火气极旺、变局四起的动荡岁月。60年一遇的赤马红羊节，意味着天下将有大乱、大灾大难。现在赤马年已经展开，难道真如宿命般，帕克所预见的劫难图景也将一一上演吗？帕克的7大预言内容庞杂而精心，我们接下来将逐一揭开这些预言的面纱，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意义和可能的发展。从新瘟疫的阴影到台海风云乍起，从全球经济的重置到独裁政权的连环崩解，再到中共政权冰川式垮台的内幕，习近平的命运终局，以及香港浴火重生与未来中国的灵性觉醒。整个故事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环环相扣，扣人心弦。我们不妨做好心理准备，随帕克的预言视角踏上一段前所未有的未来之旅。首先登场的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预兆，新一波的全球瘟疫。帕克警告，2026年人类将面临一场前所未见的公共卫生新挑战。这次的瘟疫不会像2020年的新冠病毒那样以燎原之火之势迅猛爆发，相反，它将以一种慢性毒瘤般的形式潜伏蔓延。想象一下，一种新型病原体悄然出现，可能仍然来自亚洲，甚至就来自中国境内，开始感染人群。它不像新冠那样短时间内染病者激增，医院爆满，而是如同隐藏在身体中的毒瘤，一点一滴地侵蚀人们的健康。这病毒也许潜伏期很长，症状开始时不明显，甚至容易与普通的慢性病混淆。然而，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人们的身体机能被削弱，免疫系统被摧残。等大家意识到问题严重时，已经有许多人长期带病工作生活，社会的劳动力和医疗资源早被透支。更糟的是，由于它的传播并非像新冠那样瞬间引发全球警报，各国政府和民众初期可能掉以轻心，错失控制良机，慢性而隐蔽，正是这场大流行的可怕之处。别以为传播速度慢就不足为惧。帕克强调，尽管这次瘟疫的扩散不像新冠那么快如山火，但它对全球供应链和人口健康造成的长期破坏将极其严重，不容小觑。试想，各国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口长期患病，劳动力下降，工厂的生产效率会慢慢降低，一些重要行业可能人手短缺而被迫放缓甚至停顿，货轮港口因防疫检查严格而延误，零件和原材料供应时断时续。这种点滴积累的伤害，几个月内看似无形，但1年2年下来，全球经济运转的每个关节都可能隐隐作痛。在这种慢性疫情的阴影下，各国将被迫彻底反思现有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新冠疫情时，我们或许以为疫情结束后可以松口气，但帕克的预言无疑给人当头棒喝。我们也许只是进入了瘟疫时代的一个新阶段而已。这场隐形瘟疫
将逼着各国加速国际合作，重组供应链，把关键医疗物资和产业掌握在更可靠的手中。过去全球化追求效率最大化，把生产外包世界各地，如今各国可能开始构筑自己的健康防线与经济防线，口罩、疫苗、药品储备要充足，医疗体系要能快速扩容，供应链要有备援方案，不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值得留意的是，近期一些专家曾警告过某些新兴病毒的潜在威胁，例如尼帕病毒等高致死率病原体。尼帕病毒在某些亚洲地区零星出现，传染性不算极高，但致死率惊人。帕克并未明指是哪种疾病，但他描述的慢性毒瘤式瘟疫，让人不禁联想，会不会是一种传染性较低，但长期后遗症严重、致残率高的病毒，或是一种慢慢损害人类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新冠疫情洗礼的人类，绝对不希望再来一次。当这新瘟疫盘山而来时，我们能否警觉地提前发现它，还是会重蹈覆辙，任其在暗处滋长？帕克的预言在此敲响警钟，人类千万别以为灾难已过，新的挑战其实正在暗流涌动。紧接着，帕克的第二项预言把焦点转向全球经济，他预见2026年将出现一场席卷世界的经济衰退，而且触发点是一场能源市场的剧烈动荡。这听起来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或21世纪初的能源价格暴涨，只不过这一次可能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帕克提示，一连串的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引爆能源风暴，例如俄乌战争经历几年仍余波未平，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加码，使得俄罗斯能源出口受阻，而恰恰中共与俄罗斯近年来加深了能源合作，俄国大量石油天然气转卖中国，成为北京的重要供给。但是如果某种变局导致俄中之间的能源交易中断，可能因战争扩大、制裁阻断管道，或者中国内部动乱导致进口停滞，全球能源供应链将发生断裂。届时，石油、天然气价格可能猝然飙升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油价暴冲的场景不是没有前例，上一次油价骤涨，全世界的运输和制造业成本全面提高，经济增长急刹车，消费者物价飞涨引发通货膨胀，各国央行被迫疯狂加息，结果就导致经济衰退。这次如果再来一次能源巨震，我们可能面对类似甚至更糟糕的局面。尤其现在的全球经济本就脆弱，通胀问题近年挥之不去，很多国家债台高筑，若再受能源打击，经济硬着陆恐怕难以避免。帕克将这场未来的经济巨变称为伟大的重置 The Great Reset。 听到这词汇，有些人可能想到阴谋论或世界经济论坛的某些主张，但在这里，帕克指的是整个全球化经济体系的重组洗牌。他预言原有的全球化模式将被打破，各国会重新划分产业边界，把关键经济命脉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这个趋势已隐约可见。过去几年，美中贸易战，各国强调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本土化等等，都像是在为未来的经济重置做准备。帕克点出，能源转型将是重置的一大特征。当油气价格暴涨甚至供应不足时，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不安全依赖，会被迫大大加速绿色能源的布局。太阳能、风能、氢能、电动车，凡是能减少对石油天然气需求的技术，都可能迎来爆炸式发展契机。然而，转型期的阵痛无法避免，传统化石能源企业倒闭，大量旧能源行业的就业消失，而新兴能源产业一时还无法完全填补空缺。一时之间，经济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的混乱，电价飙升，汽油短缺，工厂设备无法即刻改造，民众抱怨不适应等等。阵痛期将考验各国政府的魄力和人民的韧性。经济重置的另一面是全球化的退潮与各国经济堡垒的筑起。帕克认为，长达数十年的全球化在这次危机中会遭受重挫，各国会更加重视经济安全而非效率，开始筑起经济护城河。回顾最近几年，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对华实施科技和关税制裁，欧洲也讨论对关键产业实行更严格的审查，本质上都是在为本国经济上锁加固。帕克指出，
川普政府发动的关税战，全球兴起的贸易壁垒，其实正是这场重置的前奏。如今更多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风险，纷纷寻找替代供应，有案外包，甚至干脆把某些产业链搬回国内。想象一下，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被拆解，每个主要经济体都打造自己的关键产业生态。比如芯片要本国造，粮食要自己，口罩疫苗不能全指望别人。这跟过去全球化追求比较优势的理论背道而驰，但在灾后重建的紧迫心态下，国与国之间都趋向于收缩与自保，国际经贸规则可能变得地缘化、集团化，世界被分割成几个经济阵营，各自有自己的供应链圈子。有人可能担心这会导致新冷战或冲突升级，但也有人认为适度的经济独立是对全球化过度的一种纠偏。无论如何，帕克所称的伟大重置将深刻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生活模式。我们或许得习惯物价波动，商品选择减少，甚至国与国之间为了资源和市场明争暗斗的局面。那么，这场经济狂风将如何与政治板块运动交织？帕克的预言紧接着把我们引向地缘政治风暴，尤其是东亚的火药库台湾海峡。帕克的第三大预言关乎在东方可能爆发的战争与冲突。他指出，2026年将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高峰期。在西方，俄乌战争也许终于有望在不远的未来达成某种停火或和平协议。那场残酷的拉锯在历经多年后趋于平息。然而，就在欧洲战火渐息之时，世界的焦点将转向东亚台湾海峡上空，乌云密布，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许多人早已感受到近年台海局势的剑拔弩张，中共不断派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演习，美国也频频组织盟友在西太平洋展示军力，台湾更是如履薄冰地维持着现状平衡。然而，帕克的视野中，台海在2026年前后将出现一个导火索事件。他明确提到，可能是两架军机在空中对峙时发生擦撞，或者两艘潜艇在海底无意中相撞。这样的意外事故一旦发生，将如火星落入火药桶，使台海紧张局势瞬间升级。试想那惊心动魄的一刻，2026年3月的一天，在台湾海峡上空，一架解放军战机与一架盟军，也许是美日联军的战机近距离角逐，结果发生碰撞，两机坠毁。同时，双方的海军潜艇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猫捉老鼠的跟踪，一不留神发生轻微碰撞。这些事故本非蓄意开战，但立即引发军方高度紧张，双方指挥官霎时间面临抉择，是克制、交涉，还是认定对方蓄意挑衅予以回击。情报迅速上报各国首都，几小时内，台北、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高层都进入紧急会商状态，全球媒体疯狂报道台海擦枪走火，全世界屏住呼吸，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就此爆发。帕克在预言中描述，这起事故将牵动日本的卷入。可以想见，如果冲突发生在台湾附近，又涉及美军或台军，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且地处邻近，绝对无法作壁上观。也许冲突的某一方飞行员被海浪冲到日本控制的与那国岛或石垣岛海域，日本自卫队奉命营救，因而直接牵涉；又或是中共借机发射导弹误射日本附近，引起日方强烈反应。无论如何，台海冲突将迅速升级为区域性的军事危机。美国很可能根据台湾关系法和对盟友的承诺，派遣舰队赶赴台海，支援台湾与日本。于是一时间，亚太地区剑拔弩张，中美日台四方陷入高度紧张的对峙局面。帕克认为，这场冲突虽然危险至极，但最终不会演变成全面的世界大战，核武器等毁灭性武器也许不会被动用，然而它依然足以改变世界格局。这可能是一场混合战争，形式上不见得是传统的地面大军登陆全面开战，而是经济封锁、网络攻击与局部热战并存的综合较量。中共可能会以飞弹封锁台湾港口，网军攻击台湾及美日的通讯电网，以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而美日台一方则会防守反击，甚至进行精准反制。近来西方智库多次兵推台海战争，
有一个结论耐人寻味：最佳防御是进攻。也就是说，如果只是被动防守台湾本岛，联军未必挡得住解放军的猛烈攻势。相反，若果断攻击中国本土的军事目标或战略要地，例如中共东南沿海的导弹基地、补给港口或经济重镇，反而可能迫使中共缩手撤退。这有点像古代兵法所说的围魏救赵。不可否认，这种打法风险极高，因为攻击中国本土等于直接打到中共痛处，可能引发更大规模报复。但也正因如此，它有可能产生威慑效果，使中共高层意识到再不住手就要赔上整个政权。西方是否会采取如此大胆的策略，无人能料。但当台海风暴真的来临，各种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剧本都可能上演。最终，帕克看到了冲突的结果，这场台海之战并没有导致台湾被并吞，消失于地图。相反，台湾挺过了战火，依然巍然屹立。中共多年来虎视眈眈，扬言要统一台湾，没想到这一次孤注一掷却踢到了铁板，不但没有成功拿下台湾，反而在战场上遭遇重大挫败。或许是解放军的进攻计划被联军击溃，损兵折将，或许是封锁行动没能持久，反而遭到国际联合反制，中共进退失据，甚至不排除战事中中国国内发生变故，使前线部队不得不撤军回防。本来以为自己实力日增，可以一搏统一，结果实战的残酷让北京当局大受打击。这个结果无疑让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台湾保住了西太平洋的民主防线，没有被撕裂。然而，真正震撼的剧情在战争之后才正式揭幕，中国政权自身开始动摇和崩解。帕克强调，台海冲突对中共政权造成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冰川式崩塌的序幕就此拉开。在继续讨论中共的命运之前，我们先把镜头拉远一点，看整个世界。帕克预言，台海这场战事的影响不会只局限在中国与台湾，而是将引发全球独裁政权的连锁倒台，仿佛一排多米诺骨牌。第一块骨牌中共倒下后，后面那些同类型的集权政权也会纷纷崩塌。这段预言听起来宛如天方夜谭，但细想世界格局，其实并非毫无道理。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集权，一旦它土崩瓦解，将对其他仰赖它支撑或互为声援的独裁国家形成巨大心理与现实冲击。帕克点明了几个可能紧随其后倒台的政权：伊朗的神权统治、北韩、金氏王朝的集权体制、古巴的一党共产政权等等。试想，在台海战争中中共受创垮台，作为其盟友或受援对象的这些国家将瞬间失去最大的支柱。尤其北韩，长期以来几乎完全依赖中国的经济援助与外交庇护才得以苟延残喘。一旦中国自身难保，北韩的粮食和燃料供应恐怕立即断绝，国内民生危机与权力斗争会立刻浮上台面。金氏政权要么在内乱中倒台，要么在国际压力下被迫开放，总之再难维持铁桶江山。再看伊朗，过去一年，伊朗国内反政府抗议此起彼伏，许多民众对神权专制极度不满。伊朗当局一直依靠严酷镇压和拨弄民族主义牌勉强挺住，同时也和中俄交好，寻求支援。如果中共垮了，伊朗统治集团无疑士气大挫，国际上也失去了一个重要靠山。民众会看到连中国那样强大的政府都垮了，那为何我们不能推翻腐败的神权呢？于是伊朗的反抗运动可能如决堤洪水，一举冲垮政权。至于古巴，自苏联解体后就艰难度日，近年靠着委内瑞拉和中国的帮助勉强撑着。一旦这两家都自身难保，古巴共产党也只能面对经济绝境和人民的质疑，其寿命恐怕进入倒计时。回顾历史，也曾有过专制崩溃的骨牌。1989年至1991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在几年内相继垮台，最后苏联也宣告解体，一个全球独裁时代终结了。帕克的预言似乎在说，新一轮的自由浪潮将至，而且比上次更彻底，因为这次名单上包括了过去30年来一直幸存的几大专制政体中共和他的小兄弟们。当这排骨牌倒下，人类可能真正迎来历史上罕见的民主大扩张时刻。想象那可能出现的壮观景象：北京天安门广场上
重新涌现要求自由的百万民众。平壤的独裁雕像被愤怒的朝鲜人民拉倒。德黑兰街头，妇女们烧掉头巾庆祝神权垮台。哈瓦那的街道上，人们挥舞着多国国旗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这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变化，放在以前难以想象。但若中共这座大山倒了，它带来的连锁反应将令世界震惊，不禁让人联想到电影《魔戒》结局。当魔王索伦的黑暗塔楼崩塌时，远方盟友的堡垒也接连炸裂，粉碎黑暗势力失去了中心支柱后，迅速土崩瓦解。当然，我们也要保持谨慎，历史的多米诺效应有时会出现意外，中间某块骨牌可能并不倒，或倒下后引发混乱甚至战乱。比如北韩拥有核武，万一金氏政权崩溃时处理不当，那核武器的安全将成为全世界棘手问题。伊朗变天也可能引发宗教和民族冲突，需要漫长的调整期。也就是说，独裁者的黄昏虽然令人鼓舞，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不容小觑。帕克在预言里强调的是一个旧时代在终结，以集权暴政为特征的旧秩序终将落幕，人类或许迎来一段相对光明开放的新篇章。然而，要走到那一步，我们还得继续看剧情的关键，中共这块最大骨牌究竟如何倒下，以及倒下时内部发生了什么。现在，聚光灯重新打回中国本身，我们将深入帕克预言的核心篇章，看看中共政权冰川般崩解的全过程，以及作为这台戏中心人物的习近平，他的最终命运又是如何。帕克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中共垮台的方式：冰川式的崩溃。什么叫冰川式？冰川的崩塌往往不是瞬间爆炸，而是先出现细微的裂缝，看似稳固的巨冰内部逐渐裂开，裂缝起初狭窄缓慢扩张，可能几乎察觉不到，但一旦裂缝延伸到临界点，整座冰架会轰然坍塌，不可逆转的碎裂散落。中共政权的垮台正被帕克形容为如此光景，前期或许只是社会和体制内出现一些缝隙、不稳的迹象，一切仍维持表面平静。可一旦时机一到，便发生骤然的总崩解。那么，中共这块集权冰川的裂缝从何而来？帕克指出，一场台海军事挫败将是最直接的重创，但其实在此之前，中共早已埋下经济和社会的脆弱。这些年，中国经济表面繁荣，实则暗藏隐忧，高筑的债务、暴雷的房地产、制造业外移、人口老龄少子、年轻人失业率飙高。帕克形容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的脓包，一旦挤破便脓血四溅，难以收拾。试想战争一爆发，外资会做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大批资金会逃离中国以避险，国际制裁可能接踵而至，封锁中国的高科技和关键物资进口。中国多年高速发展引以为傲的制造业订单会骤减，出口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潮此起彼伏。国内本就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雪上加霜，可能开始大面积违约。房地产市场呢，早在战前就奄奄一息，这时更是彻底崩盘，房价狂跌，有价无市，千千万万炒房者和中产家庭财富蒸发，银行坏账堆积如山，连带着金融体系震荡。当这些经济难题汇聚一起，就是一个翻版的大萧条在中国上演。经济是政权合法性的根基，中共过去几十年一直强调它带来经济增长、国力提升，所以才有执政的正当性。但现在这根基被拔起，老百姓饭碗没了，收入没了，存款房产缩水，大家愤怒会指向谁？自然是执政当局。帕克特别提到一个词，老鼠人，这是近年网络上对中国年轻一代中最绝望群体的称呼。他们没有欲望，不敢消费，挤在狭小地下室群居，像老鼠般在城市边缘求生。这一代青年本就对社会缺乏信心，经济崩溃后将有更多人成为老鼠人。无数徘徊在生存边缘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试问一个政府还能让人民陷入如此境地，凭什么继续掌权？社会怨气终将累积到一个临界点。前些年，中国各地也曾零星爆发过民众抗议潮，例如疫情期间的白纸运动，人们举白纸上街反对封控；河南村镇银行暴雷时，储户游行要求讨回存款；恒大房地产暴雷时，遍地烂尾楼苦主维权。
然而这些抗议都被当局迅速压下或封锁消息。但在全国经济全面恶化的大环境下，遍地的民怨将如火山群起。可能这里工厂工人示威要求发薪，那里农民抗议粮食收购问题，城市里失业大学生集结要求政府给说法，甚至退休老人为了养老金缩水而上街。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骚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便中共试图调动镇压机器，一来他已分身乏术，二来若军队在前线战事失利，士气涣散，未必愿意对自家人民开枪，统治秩序开始出现裂痕，再也难以全面维持。如果说经济和社会动荡是冰川崩裂的外因，那政权内部的分裂和崩盘则是内因。帕克以灵视看到了中南海高墙内的腥风血雨，他预言习近平本人将面临生死攸关的健康危机。这是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节。习近平自掌权以来一直强势掌控局面，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诸多猜测，但官方从未透露半分。如今帕克却斩钉截铁地表示，习在2026年将遭遇重大健康问题，甚至需要器官移植才能保命。也就是说，很可能习突然传出重病住院的消息，病情之重让外界震惊。试想此时的时间点，一场外部战争刚让国家遭受重创，内部经济四崩五裂，天下人心思变，而在位10多年的最高领导人居然倒在病榻上奄奄一息。天意弄人，莫过于此。古代中国讲，帝王之病，国之不祥。皇帝一旦身体垮了，往往朝野震荡，人心浮动。更何况在中共体制下，西晋贫瘠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个人权威至高无上，他的健康直接关系政权的稳定。如今这根定海神针忽然断裂，中南海里会发生什么？帕克的预言暗示了一场隐秘的宫廷政变正在酝酿或已经发生。他提及一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常委级别，将离奇失踪或被整肃。常委级别的军方高层，想想就是解放军内握有实权的大人物突然神秘消失，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政变势力清除。这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可能已经分裂成不同派系，有人趁习病重之际出手，试图篡夺权力或推翻习的统治。也许有人策划了一场未遂政变，事泄后被习派系拿下，也可能是习的亲信趁机清洗政敌，或政敌联合起来架空习。但无论哪种情形，都意味着顶层权力真空已经出现。习近平如果健康恶化，无力继续执掌大局，即便没有立即退位，也等同于淡出权力核心。这时中共内部群龙无首，各派会为了继承领导地位而明争暗斗，而战争败局和国内危机又急需人负责，习本人可能成为替罪羊或被迫交权以平息众愤。历史上不少独裁者最后都以身体原因退场，比如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接连病亡，引发苏联政治地震，习近平会否步其后尘。帕克给出的图景似乎正朝着方向发展。更耐人寻味的是，帕克提到香港近期出现的一场大火，在他看来是一种天象，象征着旧权力的燃烧殆尽和天命的转移。香港的大火，翻查最近的新闻，的确在2023年香港有过一起举世瞩目的大火灾。繁华的尖沙咀一栋高楼建筑工地深夜失火，烈焰吞噬整栋大楼，照亮维港夜空。所幸伤亡不大，但场面惊人。帕克竟将此解读为老天在对世人示警曾经熠熠生辉的东方明珠香港，如今在集权统治下蒙尘受难，连天都降下一把火，似乎要烧尽残存的旧秩序。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朝代兴亡往往对应天象变化，彗星出现、地震水灾、火烧皇宫，常被解读为上天对失德朝廷的惩戒与改朝换代的预兆。如今帕克引用香港这场大火，莫非象征着中共的天命已尽，旧朝将亡，新天命将移他人？香港在此情境下也许有更特殊的意义，毕竟香港是一国两制的试验地，也是中共和自由世界角力的前线。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共用强硬高压手段将其镇压，从此香港陷入沉寂。然而帕克似乎暗示，香港的自由之火并未熄灭，反而在暗中蓄势。一场大火之后，或许预示着香港将成为首先翻身之地。
中共权威削弱时，香港人有可能再度站起，夺回曾经失去的权利与自治。香港作为国际都会，一旦恢复自由，无疑将成为中华大地变革的先声和缩影。可以想见，香港先翻身之日，就是中共末日真正来临之时。综合以上种种，我们看到一幅惊险的画面：台海战败的阴影，经济全面崩溃，民众四起反抗，最高领导人病倒，党内政变频传，香港烈火映天，裂缝已经密密麻麻布满了中共统治的大冰山。终于有那么一刻，也许是某个特定事件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冰层再也支撑不住，自上而下整体垮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政权在历经70多年后，突然之间宣告解体。这就像我们在寒冷海岸边目睹的一幕，巨大的冰架先是发出一阵微弱的呻吟，接着一声巨响，整块冰山崩离本体，碎成无数块冰山碎片，翻滚着坠入汪洋，引发滔天巨浪。这一刻对世人而言，或许既震撼又茫然，一个超级大国说没就没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一度号称不可撼动的共产党政权，就这样土崩瓦解。许多人可能一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历史上这类巨变并非没有发生过。苏联的不解体同样出人意料的迅速和平，让全世界措手不及。帕克的预言无疑是在勾勒一场类似甚至更戏剧性的巨变。那么中共解体之后，中国将何去何从？这片土地会陷入无政府的动乱，还是浴火重生走向光明？帕克对此也给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当中共中央政权垮台，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帕克明确地说，中国不会立刻回归大一统，而是将进入一种碎片化状态。换言之，从集权的铁板一块变为四分五裂、多极割据的局面。其实回顾中国历史，每当一个王朝覆亡时，往往出现割据混战、群雄并起的过渡时期。比如秦亡后有楚汉相争，元朝灭亡后群雄割据，直到明朝统一，明亡后也历经南明，各地农民军和满清角逐，才确立新朝。中共崩解作为现代事件，当然不会是古代军阀刀光剑影的翻版，但某种程度的权力碎片化几乎无可避免。帕克预言可能出现类似联邦制的形态，各省市区域走向自治，像一个个邦国那样各自为政，又松散地联络在一起。我们可以试着描绘这样的图景：北京中央政府实际功能消失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各地势必要各自求生存。东南沿海的发达省份，也许在当地官员、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率先建立起新的地方政权。这些地区与世界联系紧密，很可能会第一时间拥抱自由民主制度，宣布保障公民权利，开放党禁报禁，并寻求与美国、日本、欧洲建立正式外交与贸易关系。想象一下，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市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版的东部联邦或若干个独立的自由市邦。香港和澳门在失去北京控制后，也许恢复高度自治甚至事实独立，再次作为国际自由港闪耀。与此同时，中国的西部和内陆地区由于长期经济相对落后，加上思想相对保守，可能一时无法完全转轨到民主形态。他们当中有些地方，例如贵州、陕西等，或许仍由原中共地方官员暂时管制，但因中央不在，这些地方领导可能各自为政，自封一方。也许出现几股新的军阀势力，在局部地区维持秩序。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则很可能趁机争取真正的自治，甚至寻求独立公投。如果处理得当，这些地区可能以某种邦联形式加入新的中国联邦；若处理不当，也许出现分离而去的情况。这些都取决于未来临时领袖们的智慧。可以预期的是，在中共倒台的混乱过渡期，外部世界也会介入协助或影响中国的重组。联合国可能派出维和人员保护核设施，防止大规模人道灾难。周边大国如印度、俄罗斯或许试图在边境地区谋取利益或影响代理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提到印度和越南将崛起成为新的亚洲制造中心，这意味着在中国转型阵痛时期，全球产业链会把更多订单转移到印度、东南亚国家，
这给了这些国家经济起飞的契机。可以说，中共垮台后的几年，亚洲力量对比将快速变化，中国一时陷入内顾，印度可能趁势而起，成为举足轻重的新经济引擎，越南等国亦加速发展，部分填补中国留下的真空。那中国各地最终能重新整合吗？帕克认为，长期而言，中国可能形成联邦自治领的格局，就像欧盟那样的体制。也就是说，各区域不是重新被一个强中央政府用武力统一，而是以自愿结合方式走向合作。在民主基础上，各省区建立某种联邦政府，共同处理外交、防务、货币等事务，但保留高度地方自治。我们不妨暂且称之为新中国联邦。这个新联邦可能更接近联邦制的架构，而非单一制国家，甚至可能允许一些区域有自己的旗帜、政体，但以共同的宪法价值连结。这与现在的欧盟或美国相似，也和中华民国初年各省区自治的理想有些呼应。当然，在这联邦成型前，很可能有一段乱局需要收拾，社会秩序可能短暂的比较混乱，法律真空需要填补，不同势力要谈判博弈才能达成新的全国性共识。这将是一段艰难的摸索期，但是经历文革与6·4集权统治和信息封闭之苦的中国人民，或许已经用血泪换来教训，明白自由与法治的珍贵。在国际社会的支援下，他们有机会写出新宪法，举行真正自由的选举，建立起符合中国文化又保障人民权利的新体制。那么，台湾在这种碎片化格局下又是什么地位呢？很明显，台湾将在未来新格局中成为一个平等而独立的成员。中共解体意味着过去对台湾的武统威胁不复存在，台湾长久以来实质独立的现状终于获得历史确认。也许新生的中国联邦会邀请台湾加入一个松散共同体，就像欧盟各国那样合作，但那将建立在台湾人民自愿且双方平等的前提下，而不是今天这种充满敌意的并吞企图。甚至不排除未来联邦的框架就是由台湾和若干脱离中共的省份首先组成，然后吸纳其他地区加入，因为台湾本来就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实力，可以作为重建秩序的灯塔和枢纽。这样想来，长达数十年的台海两岸对峙最终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落幕，台湾没有被并入中共中国，反而大陆各省走上了台湾式民主道路。大家重新在民主基础上商讨新的合作形式，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岸统一自由中国的再统合，而不是集权吞并自由。帕克虽然没有讲述新中国联邦的细节，但他强调了几点趋势。首先，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将率先拥抱自由民主，与西方接轨，成为中国未来的希望火车头，而西部内陆暂时保留较多保守势力，进程稍慢。其次，边境将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贸易、自由出入。想象一下，不再有动辄出国就被抓的潜逃，中国护照可以自由换汇、旅行，外国人也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各地观光经商，中华大地重新敞开怀抱融入世界，这将是何等巨大的改变。最后，民主制度将成为主导，政治犯被释放，新闻出版得到保障，多党竞争不再是罪。甚至如同100多年前的中华民国初期，各种思想流派百花齐放。可以预期，在转型初期会有波折甚至反复，但总体方向已不可逆转地向着开明迈进。听到这里，不少观众也许心潮澎湃，眼前仿佛展现出一个新中国的轮廓，那是经历了漫长苦难后重获新生的国度。但帕克的预言还没有结束，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更包含着一层更深刻、更动人的变化，中国人民灵性的苏醒和传统信仰的回归。让我们来看看预言的最后一幕。在帕克预言的终章，他给出了一个充满希望与诗意的画面，中共的崩溃不是毁灭，而是重生的开始。他甚至直言，中共不仅是一个政治政权，更是一种试图毁灭人类精神与地球生态的邪灵。它的灭亡其实是地球意志的自我进化部分，就好像身体排除病毒，天地在涤荡阴霾。这种说法或许带着神秘色彩，但细细品味，新中国的重建确实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复兴。
自从中共统治大陆，特别是历经文化大革命以来，传统文化和信仰在那片土地上遭受毁灭性打击，孔庙道观被毁，古老经典被焚，信神拜佛被斥为迷信，教堂庙宇被迫关闭或听命于党。几十年下来，中国社会陷入一种精神虚无、唯物至上的状态，金钱和权力成了普遍信仰，道德信仰却一度沦丧。许多人感叹，如今中国人精神空洞，传统价值荡然无存，整个民族似乎失去了灵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信仰从未真正死去，哪怕在最黑暗的年代，仍有地下教会的烛光，隐秘禅房的木鱼声，有老人偷偷给孙辈讲古圣先贤的故事，正气与善念潜藏于民间，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刻。帕克预言，随着共产主义和极端唯物主义的枷锁被粉碎，中国人民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灵性觉醒。就像漫长黑夜终于过去，晨光出现，沉睡的灵魂将一一苏醒，开始寻找生命更深的意义。可以预见，在政权崩溃的混乱中，人们会重新思考，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那些被压抑的对神性的渴望，对道德真理的追寻，将重新涌现在无数人的心中。信仰将在这片土地上重生。也许许多人会重拾自己祖先的信仰，儒家的仁爱道德，佛家的慈悲智慧，道家的清净自然。传统文化可能以现代方式复兴，成为凝聚人心的新支柱。也有人会拥抱外来宗教，比如基督信仰，天主教再次广传，圣歌在城市乡村响起，不再受禁止。一度被残酷镇压的某些新兴信仰，例如法轮功，也可能得到平反，修炼者重新在公园里舒缓练功，各种宗教信徒和睦共处，尊重彼此，犹如民国初年那般宗教自由的繁荣景象。当然，更深入的灵性觉醒不仅体现在宗教的恢复，还体现在人心道德的复苏。长期的集权统治，为了维护自身，鼓吹斗争哲学，谎言宣传，造成社会诚信崩坏，人际冷漠互害的风气。这些毒素也需要时间清理。帕克预见到，一旦邪灵远去，中国将成为全球的灵性中心之一。这意味着中国人可能不仅自我恢复传统道德，还会将从苦难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贡献给世界。毕竟，中华文明本有深厚的哲理和灵性底蕴，如佛道如三教，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许能与现代科学、人权理念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新精神文明。想象一下，一批批中国学者与哲人走上世界舞台，分享东方智慧与近代教训，呼吁人类反思物质主义的弊端，强调精神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中国过去因极端追求 GDP 造成严重环境破坏，未来这片土地或许会成为生态修复、天人合一思想的倡导者。那时的中国年轻一代经历巨变洗礼，反而可能比西方同龄人更渴望信仰、实践道德。他们会追问，在信息爆炸和物质富裕之外，人生意义何在？于是他们翻开古籍研读《道德经》《论语》，参访名山古刹，感受清净之道，或者静坐冥想探寻内心世界。精神追求将成为时尚，拜金炫富反而遭人鄙夷。这样的社会风气对经历了长期信仰荒漠的人来说，将是一场莫大的甘霖。帕克的这番描述乍听似带宗教色彩，但从另一角度看，这正是对人性善良的复归。他甚至引用了诸恶散去，众善奉行的意味，呼吁每个身处巨变中的人保持善良，回归传统信仰，如同搭上诺亚方舟，才能平安度过洪水。这既像是一种忠告，也像是一种祝福。也许帕克在警示我们，政治动荡终将过去，但如何重拾人心向善，才决定了毁灭后是否真能重生。试想，战后初期的日本和德国，百废待兴之际，都出现了道德重建和精神振兴运动，才有后来浴火重生的奇迹。中国人经历这场惊心动魄的巨变后，如果能以宽恕代替仇恨，以反思代替怨怼，以仁爱代替斗争，无疑将迎来民族精神的升华，那将是这片古老大地真正的新生。回顾整个帕克的预言之旅，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宏大的历史预演。新瘟疫蔓延，经济巨变，
台海擦枪走火，战争导火索引爆独裁，倒台骨牌，中共政权裂隙遍布，终至兵崩瓦解。随后中国陷入碎片化的过渡与重组，最后迎来一个自由联邦与灵性复兴的新时代。这其中每一步都扣人心弦，每一步又充满变数挑战。帕克的预言有其超现实性，但惊人的是，他此前许多预测的确一一应验，让人不能完全当成幻想故事。现在2026年序幕才刚刚揭开，一些预言片段就似乎在我们眼前真实上演。伊朗的动荡，东欧战火的转折，亚洲局势的不安，都和他的预言相呼应。当然，任何预言都值得我们理性看待，而非盲从迷信。亚欧奇摩新闻在报道帕克预言时也特别提醒，民俗传说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的确如此，预言并非铁板钉钉的命运，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预言中蕴含的趋势洞察和警示意义。帕克的7大预言串联起来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是，世界正处在巨变的前夜，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审慎应对，同时对未来抱有希望，因为巨变之后可能迎来更好的新世界。对于台湾人来说，帕克预言中台湾屹立不倒无疑是振奋人心的。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守住信念与团结，就算经历风暴也能撑过去，甚至成为东亚民主价值的中流砥柱。而对中国大陆的民众而言，这预言则是一缕曙光，困扰数代人的集权阴影终将散去，他们将有机会亲眼看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诞生。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转折，而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正有幸见证并参与其中。最后，不妨引用帕克在预言中所说的一句话作结：这场崩溃不是毁灭，而是重生。是的，世间万物有生有灭，旧的结束正是新的开始。当冰封的河流决堤，奔腾的春水将滋养大地；当黑夜结束，黎明的曙光必将照耀神州。让我们怀抱谨慎而坚定的信念，迎接这可能到来的惊心动魄之年。在大变局中保持善良，守护心中的光明，或许正是每个平凡人为自己和国家所能做的最佳准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地平线上隐约闪现光芒，让我们拭目以待，